哥，今天是林然的婚礼。挺好，不是，哥，你大学就给他当舔狗，你给他付出这么多，他呢？他一次都没过来看过你，你到底为什么呀？行，我这次来是想让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苏婉欣的礼物。江州，你今天早饭又没来得及吃，食堂的红烧肉我给你留了一份，放在你课桌里了。你高数又挂科了，我把笔记整理好了。今天看到你们在一起，江州，祝你幸福。我决定不打扰你，这封信不寄了，放进盒子吧。江色入晚心，轻舟在梦深。千波皆旧事，万里共生尽。江州，我知道你病了，我准备把心脏捐给你。这一辈子，我远远看了你很多年，你创业成功又失败，我都知道。有时候我想，如果2015年那天，我敢走到你面前说一句“我喜欢你”，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但我是个胆小鬼。江州，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勇敢一次。大强，你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不让！站住！我怕打扰你。哥，这是苏醒。如果能重来一次，换我来守护他吧。哥，医生，江哥，还睡呢？快上课了，一会儿老师该到了。我操，我没死，这心跳，这是哪儿？我去，2015。老天有眼，让我回到噩梦开始的地方。2015年大2，很好，一切都还来得及。林然，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次，那我们就好好算算账。不是，江州，你站着干什么？吓我一跳！还有，我让你买的牛奶呢？看吧，江州这舔狗又要飞奔去小卖部了。图5毛，他肯定还要买林然最爱吃的提拉米苏。不是你们，
上一世，为了这瓶牛奶，我逃了必修课，跑断腿，哼，结果被记过扣分。这一世，做梦去了，没买。你说什么？我说没买，腿长你自己身上，想喝自己买。我操，那哥，他是林然呐！你是不是发烧了？我刚滚蛋！江州，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以前从来不会拒绝我的。哼，以前是我脑子进水，现在水干了。还有林然，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是你同学，不是你保姆。江州，你行，欲擒故纵是吧？我告诉你，你别后悔，以后你跪下来求我，我都不会原谅你的。求之不得，我希望你说话算话，别让我看不起你。这一世，我只为弥补那个傻瓜。江哥，你刚才太帅了，哎，那林然脸都气绿了。哎，不过你以后真打算不理他了？没空理垃圾，没看我找宝贝呢。啥宝贝啊？我信。江州，今天我又给你打饭了，他挂科了，好担心。下辈子我能不能勇敢一次？江州，只要你把牛奶买给我，再跟我道歉的话，我可以原谅你刚才的。你竟然无视我！这不是苏婉欣那个丑八怪吗？这么重的东西，以后不许自己拿。江州他疯了！啊，这是班长给我的任务。那就让班长自己搬啊。以后你的手只能做2件事。第一件，拿笔写字。第2件，被我牵着。走，带你去吃饭。哎，江州，你是不是为了气我，故意找个人演戏？你给我站住！我哥这是换了心，是吃错药了。不过，爽，爽。你看，江同学，大家都看着呢。阿姨，来个红烧肉，再来个那个虾，再加个鸡腿。嘿，小伙子，你挺疼女朋友啊？好，不是的，阿姨你误会了，谢谢阿姨。你太瘦了，以后每天这顿饭我监督你吃。来，为什么他以前眼里只有林然，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江州，你闹够了没有？为了气我，居然请这个土包子吃饭。你以前说过的，你只给我剥虾，你的钱只能给我花。对不起，我这就走。林然，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凶我，我都主动来找你，你还想怎么样？现在只要你把这个饭给倒了，再跟我道歉，我可以原谅你早上做的那些事。到了。你知不知道这一块肉比你整个人都贵重？你说什么？以前是我江州眼瞎，从今天开始，谁敢动苏婉欣一下，或者让她不痛快，
就是和我江州过不去。你林然，别逼我当众把你以前做的恶心的事都抖出来。天哪，江州好 man 呐！林然以前确实把江州当提款机，活该啊！江州，你会后悔的。我看你这个丑八怪能得意多久？这道题是今年全省大学生竞赛的压轴题，谁能解出来，平时分直接满分。哎，老师，我觉得苏婉欣同学肯定会，她平时连课都不听，一直在下面写画画的。她肯定是不把您放在眼里，觉得这题太简单了。哼，死结巴，我看你怎么出丑。苏婉欣，上来试试。我不会。哎，苏婉欣，你装什么装？平时不是挺能写的吗？怎么，是看不起老师啊？还是你平时那些笔记根本就是乱画的？嘴怎么那么臭啊？江州，我这是为了班级荣誉，他自己不出声，关我什么事儿？婉欣，这道题你会做的。江同学，上一世，我是说，你之前把答案写在纸条上递给我，这次你自己写上去。林然，你这期末考试满分试卷怎么来的？自己心里没数啊？你胡说什么？放心，大胆写。这简直就是标准答案。下课。大家等一下，坐。今天我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我要追求苏婉欣同学。江州，你为了一个丑八怪。林然，上一次考试是你找我要的答案。哼，干得漂亮！3天后的全省创业大赛，我会让你知道，失去我，你什么都不是。江同学，你刚才在教室说要追求我，是开玩笑的吧？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前世我怎么能瞎到这种地步，错过这么完美的你？以后不许再戴这副眼镜。可是大家都叫我土包子，林然也这么说。以后你只听我的。这里面是关于校园外卖平台的初步构想。王鑫，你的代码能力是全校最强的，我希望你帮我把它完善出来。你怎么知道我会写代码的？关于你的秘密，我全都知道。贱人，江州一定是疯了，他怎么会看上这个死结巴？然然，别生气啊，不就是个江州吗？3天后的创业大赛，我爸找了最顶尖的团队帮我写方案。子枫，我要你在大赛上当众把江州和苏婉欣这个丑八怪踩在脚底，我要让他们在江大彻底翻不了身。如果用你刚才的这种算法，效率能提高3倍。对，而且如果这样的话，还可以节省。对不起，婉欣，这辈子
我绝对不会再放手。江同学，你一直看着我，我会不好意思的。我看我自家媳妇儿，怎么？谁是你媳妇？哟，这不是咱哑巴校花吗？写什么呢？啊，这种垃圾代码还想去参加创业大赛啊？哎，子枫，别这么说，人家可是想靠这个翻身呢。我算一下，连话都说不利索，比赛的时候，该不会是想用手语吧？赵子枫，你早上起床没刷牙呀？嘴这么臭呢？江州，你别太嚣张了啊！我爸跟评委打过招呼了，冠军内定是我，你们写的这些垃圾，连初赛都过不去。是吗？你最好祈祷你爸能把整个大赛都买下来。婉欣的这套算法，领先现在的技术至少5年，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是被降维打击的绝望。江州，你吹什么牛？滚！江州，3天后的创业大赛，到时候看你怎么过。走。江州，他们说冠军被内定了，我们是不是赢不了了？婉欣，在这个世界上，有钱确实可以让你做很多事，不过，在你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黑都是笑话。信我吗？信。那就继续写。江州，核心代码已经写完了。哟，辛苦了。婉欣，你认真工作的样子比校花美10000倍。没有吧？快回去睡吧，剩余的事儿我来结尾好不好？我就知道你们忍不住。嘘。大强。是我现在过来。哎，子枫，快，这就是他们的核心代码。江州这个蠢货，防备心这么差，只要把这个换成我的病毒程序，明天的演示，他们就死定了。丑八怪，做梦去吧！明天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走。
这两个蠢货，那是我亲手为你们准备的自爆程序。明天的大赛上，我要让全校的同学都看到你们是如何亲自毁掉自己的。江州，我刚才检查 U 盘，发现我的文件好像被人动过。啊！哎我去，不，那马上要上台了呀！那是我故意让他们动的。一会儿你上台了，只管负责美就行了，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这些蠢货。下一组赵子枫团队。哼，好戏开场了。走。倒计时，3、2、1。各位评委，这是我们团队最新研发的未来脉脉核心系统，它将彻底颠覆我们队。警告！警告！检测到盗版程序。我是赵子枫，我是个只会偷东西的废物。我是赵子枫，我是个只会偷东西的废物。怎么回事？快关掉！快关掉！是江州，肯定是江州搞的鬼。胡闹！简直是胡闹！取消比赛资格，赶紧给我滚！婉欣，该我们上场了。哎，真正的新系统不需要华丽的修饰，只需要解决问题。天才，这才是真正的创新，冠军非你们莫属。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顺便说一句，刚才赵子枫演示的那个定图，是我大一时乱写的废物。江州真的赢了！我不是说过吗？有我在，你只需要负责发光就行。可是刚才在台上，你那么凶。我那么凶，不是为了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你。婉欣，也是时候收点利息了。什么利息啊？比如，把我们的关系从搭档升级一下。江州，
这连白开水都88一杯，咱们要不换家餐厅吧？奖金还没发呢。傻丫头，上一世你为了给我治病，连命都不要了。放心吃吧。为了庆祝咱们夺冠，我已经把这家餐厅买下了。好啊，逗你的。不过以后你要是喜欢吃的话，买下来也不是不可以。你又开玩笑。不过你还是先想想下个月生活费怎么办吧。婉欣，嗯，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赌什么？要是1个星期内我能赚够1000万，你就答应我做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那种。好，但如果你没赚到的话，就好好学习，我给你补课。好，先吃饭吧。哼，哟，刚拿个破奖就敢到这种地方来消费啊？哎，江州，你那点奖金够付服务费吗？别等会儿还得留下来洗盘子呢。江州，赢了比赛有什么了不起的？这里是会员制，是有门槛的。你们2个穷学生是怎么混进来的？经理，把他俩给我赶出去，影响我用餐的心情。确实有人影响心情。经理，清场。还清场？江州，你是不是疯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江先生，没想到您大驾光临。刚才总公司还特意交代，您持有的未来资本的黑金卡拥有最高权限。二位，请走吧，不要打扰江先生用餐。不是，黑金卡，这怎么可能呢？他不过就是个舔狗穷光蛋。怎么可能啊？未来资本那是投资圈最神秘的大佬，他怎么可能是？还不滚呐！要不我给齐总打个电话，聊聊你们贿赂评委的事儿。江州，你给我等着，走。你们慢用。江州，刚才那个经理为什么这么怕你啊？想知道吗？想。做我女朋友吧。我用1辈子的时间，慢慢讲给你听。我愿意。盖章生效。他真的亲了我，这真的不是梦吗？想什么呢？手心都出汗了。没有。那个经理他们啊，因为我用那串代码换了未来资本5%的期权。现在的我呢，能养得起你这个小馋猫。上一世未来资本外卖项目一直卡在这里，这次的参赛代码足够解决他们问题了。哼。江州，凌然他在论坛上造谣，说代码是他想出来的，是你抄他的。看，就是他俩，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凌然都发视频了，那肯定是真的吧？凌然，既然你那么想身败名裂，我就成全你。哼，走。江州，你出来！你确你跟我说呀，你为什么要拿我给你的创意去讨好别人？江州，你出来呀！
写完了吗？把他的代码换成病毒，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不是我，天哪！不是我，原来贼喊捉贼的是林然，太恶毒了吧，林然！没有，不是我。林然，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次警告，再有下一次，就不是身败名裂的这么简单。江州，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小心着凉。江州，江州，现在全校都在看我的笑话，你满意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苏婉欣这个心机女教唆你的？别碰我，我嫌脏。你嫌我脏？我是林然啊，我是你追了2年的林然。你也知道是2年啊，这2年你有正眼看过我吗？林同学，请你自重，江州他现在是我男朋友。你们听见了吗？这是官方认证。林然，以后离婉欣远一点，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刚才挺勇敢的呀。女朋友？我只是怕他欺负你。哦，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冲动？我觉得还不够。啊？创业大赛奖金买的，不贵，但我想用它把你拴住。你给我的？我给你带上。婉欣，之前是我不懂得珍惜，这一次我会把你永远放在心上。江州，只要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我在，这辈子、下辈子，我一直都在。江州，我们这是要去哪？见一个很重要的人，谈几个小目标的大事。啊？婉欣，你们他妈有病啊！闹出人命不知道吗？哟，这不是我们的冠军吗？怎么被吓破胆了？江州，大家都是同学，开个玩笑而已啦。玩笑？你这是谋杀！谋杀？你懂个屁呀你！最新款宝马，秒天秒地秒空气，知道这车刹车性能多好吗？怎么可能刹不住？就是，我们鹏哥的车技啊可是专业的。哎，江州，你这种连车轱辘都买不起的穷逼，懂什么叫性能车吗？上一世我临死前，张大强才告诉我，大一的时候林然就同时脚踏几只。道歉！你们必须要跟江州道歉。苏婉欣，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跟了江州，你就等着坐一辈子公交车吧。看到了没？这才叫做生活。渣男周除了长得帅，他还有什么啊？我有这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婉欣不需要受罪，车子房子我都给他最好的。至于你们这破宝马，也就只有你们当个跑。破宝马？不是，你口气咋那么大呢？那有本事你开一辆比他更好的来呀！就是江州，装什么大尾巴了？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来呀，车呢？豪车呢？哦，不会是那个共享单车吧？时间差不多。时间
什么时间？我看你是想找机会溜走吧你。这是谁？好强的气场！光他身上那身职业装就是高定吧？没见识，这位是未来资本董事长贴身秘书张曼小姐。我操，未来资本，那不是咱们市首富齐若离的公司吗？听说齐总是江城第一美女总裁，富可敌国啊！那可不，放眼全国，未来资本都是数一数二的互联网巨头。未来资本，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当齐总的秘书，那还要什么男人？哎，鹏哥，这么大阵仗是干什么的？实不相瞒，虽然我才大3，但是我已经拿到了未来资本的校招 offer。哎呀，这次张秘书来找我，那肯定是来通知我入职的呀。哎呀，刘学长真的太厉害了，又帅又有能力，还没毕业就被公司抢着要呢。咱们然然啊，要是和刘学长在一起，那以后就是阔太太了，就有福了呀。那是当然啦，江州你看着，离了你这个废物，我能过得更好，爬得更高。张秘书你好，还亲自劳烦你跑一趟。我叫刘鹏啊，上周是您面试的我，你还记得我吗？1周前，不好意思，我每天面试的人太多了，不记得有你这号人。刘学长，别自作多情，人家压根儿就不是冲着你来的。江州，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哎，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哎，就是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找秘书不是来找鹏哥的，难不成是来找你的？巧了，还就是冲着我来的。哈，江先生，我是未来资本的董事助理张曼，齐总派我来接您签约，让你久等了。不算久，不过有2只烦人的苍蝇说我只配坐公交车。哦，看来有人想挑战未来资本的法务部了。刘学长，别自作多情，人家就不是冲你来的。江州，给我把嘴闭上行不行啊？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哎，就是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找秘书不是来找鹏哥的，难不成是来找你的？巧了，还就是找我来了。张秘书，你刚才是说齐总让你来的？是的，江先生。啊，江先生，张秘书，你肯定是搞错了呀。他就是个挂科挂了10几门的废物，那全校都知道的大傻逼呀！齐总那种身份的人，怎么可能让您亲自下来找这种垃圾呢？张秘书，你肯定是搞错了，他就是个穷孩。放肆！敢对江先生不敬，就是对未来资本不敬。江先生，您的邮件齐总他亲自看过了，他对您的校园外卖平台方案十分满意。按照邮件里的要求，这1000万是我们未来资本支付给您的初次合作保证金。1000万？这怎么可能啊？这，我的天啊！江州居然成千万富翁了！婉欣，收着，当零花钱。这太贵重了。不贵，这才刚开始，收着。那1000万原本该是我的呀，都是我的呀。对了，江先生，这辆劳斯莱斯幻影是我们齐总特意嘱咐我为您准备的代步车，请您笑纳。幻影，这裸车都得8、9百万呢。张秘书，替我谢谢齐总，和他说我很喜欢这辆车，它的后排很宽敞，适合婉欣在上面画画。江州，你才大2就挣了1000万，再加上这个幻影，怎么样？没骗你吧？你老公赚钱很简单吧？你说话注意点，大家都看着呢。哎，张秘书，这辆车落地大概需要多少钱？刚才有人拿宝马跟我比性呢，我怕我这车不够格。江先生说笑了，齐总为这辆车加定了不少高级配置，落地价已超过1000万。至于宝马，大概能买那个型号几10辆吧。
我天，1000万现金加1000万豪车，江州身价瞬间超过2000万了。要是然然没跟江州分手的话，她现在就是2000万的小富婆了。那2000万本来应该是我的，是我陪了他2年。苏婉欣凭什么捡这个漏？哼！哎呀，没想到这车居然这么便宜，也就值几十辆小宝马呀。刘学长，看来你这秒天秒地，在我这儿就能闻闻尾气了。你，张秘书，你是不是搞错了呀？咱们公司为什么要给江州那么多钱？他不过就是个学生呀。刘鹏，请注意你的言辞。江先生为我们未来资本解决了困扰2年的核心算法难题，他所创造的价值远超这2000万。不可能！江州，他是公认的学渣和天狗，他怎么可能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绝对不可能，这里面有黑幕。刘鹏，你上周刚通过了校招面试，对吧？对呀，我是凭实力进的，我是未来资本的人。很好，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恭喜你，你被开除了。什么？未来资本不需要有你这种有眼无珠且公然侮辱公司重要合作伙伴的员工，你的 offer 即刻作废。张秘书，我求你了，你千万不要开除我呀！我把连庆祝的酒店都订好了，请帖都发出去了呀！这现在要是开除我，那我家的面往哪搁呀？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否永远不是泰山？我求你了。机会只有一次，是你自己不要。江哥，江爷，我求求你了，是我嘴贱，是我狗眼看低，我求求你了，你放我一把好不好？我给你当牛做马都可以，我求求你了。刘学长，你现在的样子很难看，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麻烦你恢复一下。刘鹏，就凭你刚才对江先生不敬这一点，开除你算最轻的处罚。如果你再敢对江先生纠缠或打扰，我们未来资本会对你们刘家所有生意进行全面封杀。完了，全完了呀！江州，你跟刘鹏这种人计较什么？其实刚刚看你这么霸气，我发现我一直忘不了你。江州，你以前不是一直想给人家买最新款的 AJ 吗？我现在马上我买给你好不好？只要买了，我们就不分手好不好？和好？对啊，你看你追了我那么久，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我，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的眼里只有我。你现在找苏婉欣这个土包子，就是为了故意演戏气我，对不对？你放心，只要你回来，我一定好好对你的。我们毕业就结婚。是啊，以前江州的眼里只有林然，从来没有我。他真的会回头吗？谢谢你。苏婉欣，哼，这个死木头怎么能和我比？只要我略施小计，勾勾手指，江州这只舔狗就会乖乖的被我迷得找不到北。江州，你以前不是一直想抱人家的吗？人家这2天可以喝冰的哦。今晚你想干嘛就干嘛。滚！江州，你是不是有健忘症啊？之前每次要钱的时候都说大半年生理期只能喝热的，现在看到钱了，突然就能喝冰的，你这怎么一会热一会冰的呢？还有，以后离我们家婉欣远一点，你这身上的绿茶味太重了，我怕熏着我老婆，更怕她误会。江州，你竟敢骂我！
你太过分了！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苏婉欣？你给我说清楚。比不上？你对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从头到脚，你哪点都比不上婉欣，就连婉欣的袜子都比你刚洗完澡还香。你自己什么体质，你自己不清楚吗？大汗脚，合着鞋我都能闻着味儿。我之前忍着你是给你面子，现在别污染了这儿的空气。啊，你胡说！江州，你是最爱我的，我知道，你只是故意气我。哎呀，江州，人家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我以前不该忽略你的。你回来好不好？我以后好好对你，我用一辈子去弥补你。张秘书，是江先生。来人！放手！你干什么？放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江州的女朋友，未来的江太太。江州，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和刘鹏的关系？是他一直舔我，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我是清白的。清白？你怎么总是这样？全网无前任，有也不承认。我懒得搭理你这种人。张秘书，这儿交给你了。江先生，您放心，有我们在，谁也不会打扰到您和苏小姐的雅兴。哎，对了，张秘书，江先生请吩咐。之前我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钱，毕竟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大一上学期给你买包花了3500，大一下学期你过生日的项链花了8000，还有平时的各种转账、外卖、节日红包，这些钱应该能追回来吧？江先生您放心，我们未来资本的法务团队是全城最强的，专门处理这类经济纠纷。对于这种以恋爱为目的的诈骗和不当得利，我们一定会向这位女士追回她的不义之财，连本带利。什么？江州，你怎么能这么对我？那些礼物都是你心甘情愿给我的，你还是不是男人？李女士，请注意你的措辞。鉴于你长期从我当事人这里索要财物，存在欺诈性质，已构成非法占有。现在我代表江先生正式对你进行依法起诉。起诉？不，江州，苏婉欣，都是因为你，不是你的话，江州怎么可能这么对我？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带走。江先生，实在抱歉，影响到了您的心情。张秘书，辛苦你了。您放心。对了，江先生，我们齐总在天盛酒店订好了至尊包间，为庆祝您签约成功，齐总特意嘱咐我，您一定赏脸，他想亲自见见这位天才少年。天盛酒店，那是江城最贵的酒店。江州，既然是正事的话，你要是忙的话，你就去忙吧，我可以自己回宿舍的。怎么，你这就想赶我走了？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赌约？什么赌约？某人说，只要我能挣够1000万，我想怎么样都可以。现在这1000万可是在你手里攥着呢。有吗？我怎么不记得了？苏婉欣，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耍无赖？想赖账？晚了。江州，听说齐若离是个大美女，而且还单身，你跟她赴宴少喝点酒，不许看人家。苏同学是以什么身份管我呀？毕竟说话都不算话呢。什么情况？江城大学的美女校花居然强吻了渣男周？什么渣男周？这分明是我男神好吧？身家2000万，这要是看上我了，我会抱着他的猪头啃的。太劲爆了！我要拍下来发校园论坛，标题就叫“千万富翁爱上霸道校花”。该张了。现在我能管你了吗？能，我这辈子命都归你管。哎，拍够了吗？拍的好看的记得发论坛上艾特我，我发红包。拍的不好看记得自己删了。好，周哥大姐。那就2位一起吧，江先生、苏小姐，
先上车，齐总还在等二位呢。走，上车。开车去天盛酒店。怎么了？刚才强吻我的勇气去哪儿了？我那是一时冲动。江州，我们真的要去见那个齐总吗？对啊，他是投资人，见一面是礼貌。我听说这种大老板一般都很严肃，而且我穿成这样，会不会给你丢人啊？婉欣，你是未来的顶级工程师，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缔造者，在齐若离面前，你是合作伙伴，而且你是我江州的女朋友，这就是你最昂贵的身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这是我欠你的。对了，待会儿到了酒店，你只管吃东西，剩下的交给我。江先生，天盛酒店到了，齐总已经在顶层餐厅等候。好。齐若离，前世的商业女巫，未来资本，只是我商业帝国的第一块拼图。江先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没想到能写出天眼架构的天才，居然这么年轻。齐总过奖了，代码只是工具，资本才是杠杆。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也是我的女朋友，苏婉欣。哦，苏小姐。江先生，以你现在的身价和未来的潜力，你的身边应该站着一个能在这个残酷商业世界里助你一臂之力的女人。恕我直言，苏小姐看起来似乎太柔弱了。他是觉得我不配站在江州身边吗？齐总，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什么？不是他需要我，而是我离不开他。如果没有他，我写的那些代码只是一堆废字符。这个世上只有他配站在我身边。如果齐总不相信我的眼光的话，这1000万支票，我现在就还给你。天哪，江先生竟然为了女朋友顶撞齐总，这可是未来资本的掌舵人呢。有才华又有情义，苏小姐别介意，我只是想看看，在这个名利场里，他坚不坚定。事实证明，他的心很定。好了，坐吧。今天我们不谈生意，只谈庆祝。江先生，除了外卖平台，其实我这次亲自来，还有一个棘手的麻烦，想请你帮忙。如果是关于你们公司内部幽灵账户数据漏洞的话，我已经顺手帮你们补上了。你怎么知道幽灵账户？这可是我们公司的最高机密。上一世，未来资本因为这个漏洞差点破产，我是那场危机的见证者，自然知道补丁在哪。江先生，未来资本给你5%的股份实在是太少了，我这就聘请你作为我们的首席技术顾问，年薪随你看。我的男朋友到底是藏了多少本事？顾问我可以当，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我想借未来资本的手，封杀几只烦人的苍蝇。你是说刘鹏和林然他们背后的那点小关系？不止，我想让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交。从明天起，江城不会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江先生，还有个内部消息，赵子峰他爸的公司资金链断了，现在正到处求资金呢。是吗？既然赵家这么缺钱，齐总，不如我们发发善心，给他们指条明路。哦，
你是想借刀杀人？那可是个无底洞啊！我想让他们连人带骨头一起砸进这个深沟，放风出去，就说城南那块废地有内部规划，让他们借高利贷拿下。江州，高利贷可是会出人命的，万一赵子峰他爸狗急跳墙……别怕，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好，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怎么作茧自缚的。赵子峰、林然，好好享受最后的疯狂吧。今天这路怎么这么短？嫌短啊？那我们再绕操场走10圈。不用，我该回去了。拿了我的钱就想跑？我没有，那个支票我会给你保管着的。钱归你，人也归你。苏婉熙，你这个贱人！江州的温柔本来全是我的。江州，你说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吗？婉欣，你现在是我女朋友吗？嗯。不光明天，以后你每天睁开眼都能看见我。去吧，我看你进门。不用藏了，我奉劝你以后老实点。江州，别闹了，我在忙呢。你忙你的，我玩我的，互不干扰。江州，你个吃软饭的狗东西，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大家还不知道吧？江州能拿到那1000万，靠的根本不是什么破代码，他是爬上齐若离那个老女人的床换来的。你胡说！江州的代码明明是他自己。媳妇儿，别跟狗对叫，掉价。赵子峰，你家资金链已经断了3天了吧？1分钱也借不到。怎么，你爸没告诉你，你家已经快破产清算了吗？你怎么知道？我不光知道你快要破产了，我还知道你现在连靠女人上位的资格都没有。毕竟，哪个富婆会看上一个流落街头的丧家之犬？原来是破产了，在这发疯呢，这是无能狂怒了，笑死！自己没本事还嫉妒周哥呢啊！你他妈给我等着！怎么？被你老公涮晕了？你这么一直看着我，吸管都要被你咬断了。难道我脸上有字啊？没，我就是想知道这1000万你打算怎么花？我打算把江大所有的外卖档口全部买断。全部买断？可是1000万听起来很多，但是如果要垄断全校的档口，再加上前期补贴，我们资金链很容易断的。江州，赵子峰他爸虽然快破产了，但是他万一狗急跳墙，联合校外的黑中介跟我们打价格战，我们很容易吃大亏的。
媳妇儿，你这是在担心我的钱，还是在担心我呀？我跟你说正事呢。我很正经啊，婉欣啊，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吃亏这俩字儿。这赵子峰不是要打价格战吗？可以啊，等他把钱都烧光了，让他跪在江大门口，看着我们怎么登顶。你呢，安心做我的技术顾问就行了。我信你，今晚我就去把代码再重新优化一下。不愧是我江州看上的女人。江州，你再这么盯着我，我的脸就要烧坏了。谁让我媳妇儿认真敲代码的样子，比什么都诱人。别贫嘴。赵子峰他爸联合了校外的黑中介，扬言明天要在江大发传单打价格战。我们前期的补贴资金……怕什么？赵子峰想打价格战，那就让他烧钱呗。但比起这个，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代码写完，苏总监拿什么奖励我这个陪你熬夜的小助理？我请你吃学校的红烧肉。红烧肉哪有你香？江州这个疯子，首单全免，这1000万够他烧几天啊？我在校外找了10个黑中介，今天就用低价挤爆他的平台。就是，苏婉欣那个土包子设计的破系统，估计过1000单就得崩溃。我们啊，就等着看他们破产要饭。江哥，江哥，嫂子，出事了！那赵子峰他联合校外中介，把外卖订单压到2块钱一单，那咱的订单量呢？嘘，喂，咱系统没崩啊？因为我在后台植入了数据，赵子峰的黑中介接单越快，系统就会把最绕路、最耗时的无效订单推送给他们。这样他接单越多，亏得越惨，最后连配送费都付不起。我媳妇呢，不仅会写代码，还会杀人诛心。我盯数据呢。苏总监，干得漂亮。江州，走吧，咱们去看看赵子峰怎么像狗一样滚出江大。对，走。主任，您看看，江州在校内搞什么首单全免，恶意搞乱市场。现在啊，校外的外卖员全堵在南门闹事儿呢，这简直是在给我们江大抹黑呀！江州，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是谁允许你们搞这种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的？万一出了事情，你们负得起责任吗？主任，江州并没有搞恶意竞争，是赵子峰和黑中介恶意压价。你个死结巴，这有你什么事儿啊？赵子峰，你再敢用手指指他，你信不信我明天让他出现在垃圾桶里？你还敢威胁我？主任，您看看呀！反了你了，江州！我现在正式通知你，立刻把那个速递平台马上关闭，否则学校将对你进行处分。主任，关停之前，您要不要先看看这个？未来资本江城高校数字化建设战略合作意向书，投资额1000万。齐若李总裁亲自批的项目，
市里重点扶持的高校创新标杆。主任，齐总说了，江大要是不接，隔壁科大可是抢着要这个项目。误会，这肯定是个误会。哦，江州同学，学校是全力支持学生自主创业的。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有未来资本的公函呢？因为我靠的是脑子，而你只配去南门跟那些黑中介狗咬狗。没吓着吧？有你在，我不怕。哼，走。不是啊，主任，这你听我说，我……江州，1000万的估值，全校的市场，感觉像在做梦。梦？那我就让你清醒一点。江总，银行把我们家别墅都收了，求您高抬贵手啊！唉，这个呢，就是惹我女人的下场。你这是把他们彻底毁了。心软了？不，我说过，只要是你做的，我都信。你这副野心勃勃的样子，真要命。婉欣，这江城的天，马上就是我们的了。同学们，用我们飞毛腿外卖啊，全场1块，倒贴钱请你们吃，好不好啊？江州，咱们的用户活跃度已经降到冰点了，他这是疯了，咱们要不要接着跟啊？跟什么呀？跟一个死人比谁烧纸烧得快啊？可是客人全被他抢走了，再这样下去……是的，婉欣，外卖的核心不是便宜，是能吃到嘴里。他找的那些黑中介，一单亏10块，你信不信？3个小时，那些拿不到补贴的混混就会来扒他的皮。来，江州，你死定了！就算我破产了，我也要拉着你一起。赵少爷，有时间跟我在这放狠话，不如好好看看后背吧。姓赵的，说好的补贴呢？账上根本没钱，兄弟们白跑一上午，给我打！别看了，瞎不了。你要把第2轮的资金全部投入电池研发，这不符合未来资本的预期收益。短期收益只是为了挣快钱，3年后，燃油车的市场份额会被撕开一道口子。但新能源汽车并不只是概念，你凭什么认为这个节点进场能赢？政策导向已经给出了明确信号，锂电池的密度突破只是时间问题。谁掌握了电池核心技术，谁就能在接下来的10年里制定行业标准。你需要多少？3个亿。江州，你的胃口也太大了。第1轮我们投的5000万，你用得很好，但这并不代表未来资本会陪你进行这么一场豪赌。您可以把它当做通往下一个时代的船票。如果你不愿意上船，会有其他资本愿意买单。等等，我需要向董事会提交一份更为详细的风险评估报告，1周时间。3天，技术研发不等人。3天后，我需要一个确切的答复。
你真是我见过最固执的创业者。期待未来资本的加入。江哥，出事了！哎，这不是郑大强吗？听说江州现在身价1000万了，怎么？你这当狗腿子的？人家没分你180万的？就是，现在人家跟咱不是一个阶层的。就像瞎子复明，第一件事就是扔拐杖。放屁！我跟江州是过命的交情，是用拿钱衡量的吗？看看多少？我去，50万！哥，别管数据了，出大事了！有事就赶紧说事儿。嫂子今天一天没来上学。我问辅导员，听说他爸来学校，逼他让他退学，让他出国。啊、怎么回事啊？昨天上午我确实看到了，他爸在校门口跟他拉拉扯扯的，他爸还骂你，说你不是东西，说不能让你耽误他女儿一辈子。我着急去网吧打排位，我没当回事，才想起来。我说张大强，你脑子里面只有游戏吗？他要是出了什么3长2短的，你给我等着！我错了，哥。哎，他们在南门咖啡厅。跟我回去，今天下午的飞机。爸，今天安排你出国。我不走，我不出国。你不走干嘛呀？难道等江州那个小痞子祸害你一辈子吗？江州他对我很好，他不是小痞子，他现在已经变好了。信他会变好，还不如信我是玉皇大帝。走。爸，我不走，我的心血都在江大，我不能抛下江州不管。心血？你跟那个穷学生瞎混，能有什么出息呀？机票已经买好了，今天必须跟我去机场。走。哎，苏叔叔，有话好好说，你先放开他。你就是江州？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也敢来管我苏家的家事儿？凭我是他男人。男人？你能给他带来什么？婉欣呐，你知不知道咱们家的建材厂已经资金链断裂了，马上就要面临破产清算。我送你出国是为了保你。不对，前世苏家的厂子明明是2024年才出问题的，怎么提前了整整9年呢？爸，我们家破产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告诉你们有什么用啊？那可是3000万的窟窿啊！你们2个还是上学的娃娃，能填得上吗？江州，你要是个男人，你就别连累他。走，3000万而已。你小子说什么疯话呀？我之前说过，婉欣，这辈子我命都给你。江州，苏叔叔，婉欣哪儿都不去。婉欣，你都1天没吃饭了，就吃一口吧，别饿坏了身体啊。我不吃。你这是绝食向我示威吗？为了江州那个穷小子，值得吗？我如果出国，就再也见不到江州了。如果要和他分开，我还不如去死。从小到大，我什么都依着你，可选老公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我们苏家现在欠了3000万，他一个大2的学生能贴上这个窟窿吗？他靠不住啊。他靠得住，他现在已经改变了，而且他现在手里有未来资本的投资，他对我很好。你爱吃不吃？你以为绝食我就认了？他不吃，就把那饭倒掉。婉欣他性子随你，吃软不吃硬的，他身子本来就弱，你就让着他点儿吧。倒掉！哎呀，婉欣，你醒醒啊！婉欣，爸错了，婉欣，爸再也不让你出国了。苏叔叔，这卡里有1000万，另外门口那辆劳斯莱斯幻影，价值1000多万，
您可以随时拿去抵押。1000万？你一个大二的学生，你这是抢银行去了？爸，这是江州为未来资本解决了核心算法漏洞问题，齐若李总裁亲自给他的技术入股金，全校都知道。天哪，未来资本，那可是江城最大的投资公司啊！算你小子有天分，但是没用的。你这份心意，我领了，但这钱你拿回去吧。1000万加上车，还填不上苏家的窟窿。如果是普通的资金链断裂，2000万足够了。但这次是上京陈家太子爷陈林远，他恶意收购我们厂。明天要是没有1个亿的回购股份，我们苏家算是彻底完了。1个亿？怎么会这么多？上京陈家，陈林远，上一世陈家对苏家下手，明明是9年后，难道是因为我提前搞垮了赵家，引出了他们背后的陈家？1个亿而已，不花。这都什么时候了呀？你还在这说胡话？那可是上京陈家。苏叔叔，陈家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天，但在我这儿连个屁都不是。我一个电话就能让齐总送来1个亿。你真能让齐总送1个亿过来？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是您未来女婿，岳父大人。咱自家的事儿，我管定了。这是新能源磷酸铁锂电池结构改良方案。你一个搞软件的，怎么会懂这些？苏董，这世上就没有我江州不懂的风口。爸，这是江州昨晚熬夜画出来的图纸，可以将电池的安全性和性能提升3倍。天才呀，简直是天才！可是这光有图纸，陈家马上就过来收我们厂了，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投资我们呢？谁说没人敢投？苏董，重新认识一下，这3位是国内锂电池行业的3座大山，宁德锂业、赣锋时代，还有天气新能的代表。3大巨头，你们都要投资这个项目？何止是投资啊，江先生这个项目简直就是定海神针。我们3家联合注资5个亿，后期苏家的建材流水线直接改造成电池工厂，我们全包了。那合同细节我们楼上详谈。唉，刚才叫的挺顺嘴啊。叫什么？你不是说我老公的设计天下无敌吗？怎么，你现在就不承认了？我那是为了稳住我爸。再说了，这一次你坑了陈家一把，又赚了好几个亿，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只要你想，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给你摘下来。我不要天上的星星，我只要你。咱们苏家的工厂不仅保住了，还要一飞冲天呢！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好女婿啊，你小子，我打小就看你可以。果然我没看错，之前是谁污蔑江州不学无术的？之前是谁污蔑我女婿的？简直是诽谤！爸，您昨天不还说江州他……昨天，哎呀，那是考验他嘛。多谢岳父大人的夸奖。婉心，你帮岳父大人整理一下合同。大强在外面等我呢，我出去交代点事儿。哎呦我去，你咋了？这江州到底什么来头？区一个大学生，竟然让齐若离和3大锂电巨头合力保他。陈少，息怒啊！他江州算个什么东西？以前只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舔狗罢了。啊？你和江州还有这层关系？他敢坏您的好事，我当然也不会让他好过。陈少，只要你帮我弄垮江州和苏婉欣那个女人，
我就带您啊拿到它的核心代码。包在我身上，一条舔狗也想咬它主人，我倒要看看它怎么死。陈少，荷兰的斯克家族明天就要到江城考察了，主要目标是未来集团和江州的电池项目。想借外资翻身，做梦！王秘书，把江城所有懂荷兰语的翻译全部高价买断。已经办妥了，连周边城市都没放过。斯克家族最重细节，没翻译。江州，他连话都插不上。陈少好手段，江州那个土鳖，怕是连荷兰语听都没听过。等他搞砸了，您可一定要替我好好收拾一下苏婉欣那个贱人。只要明天斯克家族转投我们陈家，江州的电池厂就是个笑话。陈林远那王八蛋玩阴的，把江城所有荷兰语的翻译全部给我截胡了。明天斯克家族落地，我们连个接机的人都没有，这合作还怎么谈？齐总，多大点事儿啊！你看你，连皱纹都挤出来了。几百亿的海外市场大门，你管这叫多大点事？陈林远以为买断了这市面上的翻译就能拿捏我，他不知道的是，这江城最顶尖的荷兰语翻译不在市面上。谁？你能请到？我心，大一的时候，你为了能看懂那本绝版的荷兰书，自学了多久来着？3个月，日常商务谈判完全没问题。婉欣，你还会荷兰语？我江州的女人，就是我最大的底牌。怎么回事？斯克家族的考察团半个小时前就该到了，王秘书去接人，怎么还没接回？哎呀，陈少，您急什么？这江城懂荷兰语的翻译都被您给买断了。我想江州他现在肯定对着那群老外比划手语当小丑呢。陈少，大事不好了！斯克家族没来咱这儿。你说什么？那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一落地就被江州直接截胡，带去参观未来资本的电池工厂了。而且他们交谈甚欢，就在刚才已经正式签订了独家战略合作协议了。放屁！这不可能！他们连个会说荷兰语的人都没有，靠什么交流？心有灵犀吗？江州找了个私人翻译，听说是个女大学生，荷兰语极其精通，就连最生僻的电池专业术语都对她如流啊。斯克家族族长对她赞不绝口啊。苏总监，刚才在谈判桌上大杀四方的样子，挺迷人呗？那是，总不能让我男朋友的1000万白花吧？不过刚才那个斯克组长用荷兰语夸我漂亮的时候，你为什么黑脸？因为我和他说，再敢看我太太，我就终止合作。那个女翻译肯定是苏婉欣，又是她！哎呀，陈少，你快想办法压死他们呀！陈少压不住了，陈少！就在刚刚，国内排名前10的新能源车企全部宣布和江州达成深度合作。那我们陈家的订单呢？他们说陈家技术落后，要单方面宣布终止和我们续签的电池订单。江州，我陈家与你势不两立！刀片电池，他江州一个毛头小子，凭什么做出寿命与续航远超现有的东西？陈少，不止国内啊，就连全球顶尖电车巨头特拉拉创始人，明天都要飞来江城求合作呀！我陈家才是江州电池的前3，去用家族资金把江城10大电池厂全部强行收购了。是。陈少别急，就算他江州创造了刀片电池，但它的核心技术还在电脑里。你有什么办法？只要您帮我搞定了安保，我保证
帮您把他的核心技术给偷出来，到时候死无葬身之地的是他。江州，陈林远这次被我们逼上绝路，他这个人做事没有底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要不然……婉欣，陈林远，他算什么东西？他要是敢伸手，我就让他们整个上京陈家给我们祭旗。你是不是早就布好局，等着他往里跳啊？商业机密。不过婉欣要是能跟我说点好听的，我不介意跟你透点底。江州，陈林远疯了，他现在动用陈家所有的人脉，试图封锁我们刀片电池原材料的供应链。陈林远，你以为的杀招只是我棋盘上的一颗废子？区一个陈林远而已，就怕他不敢出手。只要他敢对我下套，我一定让他自食恶果。这么自信？那是。齐总，好消息！刚刚市场部传来消息，股神巴菲特求购我们电池公司的股票，并且想要邀请江先生您共进晚餐。真的？巴菲特的晚餐？那可是多少富豪致千金都求不到的。那到时候，记得带我去见见世面啊。巴菲特，行啊，正好这婉欣想吃路边的烧烤，咱们让这股神先生也尝尝江城的烤羊腿。吃烧烤？江州，根据你的想法，第二代刀锋电池的参数已经设计好了。等到第二代一上线，陈家的技术就会沦为废品。看看，累坏了吧？黑眼圈都出来了。牛奶不好喝。那你想喝什么？我想喝你的奶。你胡说什么呢？齐总还在呢。茶，我想喝你亲手泡的奶茶。苏总监，你想哪儿去了？苏总监，你都盯着一上午了，不渴啊？不渴，我刚喝。啊！干什么？给我留点。没事吧？没事。至于吗？我就喝了一口，你至于激动成这样吗？江州，你在这里啊？你来干什么？江州，我听大强说你最近一直在研究二代刀锋电池，都没有好好吃饭，人家特意早起给你熬的红枣粥，很补的哦。江州，要不趁热喝了吧？要不要人家喂你呀？张大强真是个大嘴巴，闲得没事儿干。江州，你怎么这么凶？人家只是心疼你。你会这么好心？该不会在里面下药了，把我当武大郎了吧？江州，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家知道你以前胃疼，只是心疼你。那我还真是谢谢你。要不是大一那整整1年我不吃早餐，省下来的钱给你买名牌包，我胃会不好。江州，我有些心里话想单独跟你说，要不让外人先回避一下。哎，你搞清楚，婉欣是我老婆，我们毕业就会结婚，在这儿你才是那个外人。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江州，以前是我不对，我太虚荣了，做了很多对你不好的事情，我真的已经后悔了。别碰我！江州，
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就是回到我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以后我会好好珍惜你的，你原谅我好不好？你竟敢打我！打的就是你，当着我的面勾引我老公，谁给你的胆子？拿着你的绿茶粥，赶紧滚！再敢接近江州一步，我让你在江城彻底混不下去。我媳妇儿吃醋护肤的样子，简直 A 爆了！你，苏婉欣，你这个死结巴，我要撕了你！敢打我？你的勇气是梁静茹给的吗？不知道我是柔道黑带吗？你这个疯女人！婉欣，你也太冲动了。怎么了？心疼你前女友？不是，我是心疼你。她脸皮那么厚，你打她脸手疼不疼啊？不疼，江州。我们走吧，老公。你刚才说什么？我刚才好像暂时性失聪了，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们回家吧，老公，我的老公。好，听老婆的，我们回家。江州、苏婉欣，你们给我等着！江州，你怎么了？从刚才出来就不讲话了。我就是在想，以后我们结婚了，你刚才对付林然那一招，要是用在我身上，算不算家暴呀？那你乖一点不就好了？好甜，你也尝尝。我不能吃冰的。你又不是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吃冰的？以前某人把我的胃养坏了，身体不好，太虚弱了。那怎么办？要不要去医院啊？不用，苏总监让我抱一下，充个电就好了。林然，你以为你偷走的是核心？那是我给你们准备的坟墓。江州啊江州，你辛辛苦苦设计的刀锋电池2代，还不是落在我手里？陈少，人家为了这个东西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这事你做得很好，等电池投入生产，我就带你回陈家。谢谢陈少。苏婉欣、江州，你们拿什么跟我斗？陈少，研发部确认了，数据完美，可以随时投产。好，通知下去，抓紧时间生产刀锋电池2代。另外，把家族给我准备的那100亿资金全部投进去，我要彻底垄断市场。陈少，你想清楚了，那100亿可是我们陈家在江城最后的底盘，万一……没有万一，有了这套技术，他江州拿什么跟我斗？给我投，1分都不要留！江哥，那狗日的陈林远拿着咱们被偷的刀锋2的技术，宣布要投入100亿。现在国内那些新能源客户都要跟咱们解约，要去抱他陈家大腿，这不赤裸裸的抄袭吗？江州，怎么办呀？对不起，是我没看好 U 盘，才让林然那个小偷得逞。婉欣，别哭。江州，就算破产，我也陪着你，大不了我们重新开始。破产？苏总监，你也太小看你老公了吧？你还有办法？林然拿走的不过是一张催命符。大强，通知所有解约的客户，想要买陈家的5折电池，随便。不是，江哥你真要放弃？但是，你替我转告他们一句，只要中途和陈家合作的，这辈子
别再想拿到刀锋3代技术。几代？刀锋3代？我们什么时候有的刀锋3代？哼，就在你昨天睡着的时候，我已经顺手解决了。现在陈家那100亿已经在冰上了。江州，感谢你呕心沥血研发的2代刀锋电池啊！现在我陈家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数据，马上就要成为电池行业的巨无霸。江州，叫你之前不选我，非要选苏婉欣这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贱人。你算个什么东西，敢骂我女儿？保安呢？给我把这2个人赶出去！爸，您消消气，这2个小丑交给我来处理就行。林然，那天你给我送粥是假，趁机偷走桌上的 U 盘是真，对吧？算你聪明。成王败寇，你技不如人，我技高一筹，你管我？我只要能赢啊，我管你卑不卑鄙。技高一筹。那如果我说我是故意让你把2代电池的数据偷走的呢？你说什么？数据我们都已经验证过了，绝对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只不过偷偷改了点东西。那套电池要是在高温下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就会发生自燃。哎呀，这算算时间，你们陈家那100亿投入的第1批生产线，现在应该已经不好了，陈少，我们电池刚刚出车间，就在库房发生了集体自燃，现在流水线已经烧毁10条了。什么？快封锁消息，绝对不能让媒体知道。来不及了，陈少，电池发生自燃的时候，厂区外突然涌进大批记者，现在全网都在直播我们电池爆炸，而且什么？而且跟我们强行签约的几10家车企，现在纷纷发来律师函，控告我们涉嫌商业欺诈。违约金加上事故赔偿，我们即将面临200多个亿的巨额赔款。不可能，100个亿就这么没了？我还要当陈太太的呢。江州，这就是你之前说的让他们自食恶果。我不是说过吗？属于你的谁也偷不走。婉欣，这场闹剧结束了。我不会输的，你一定是在骗我，对不对？那是我亲自修改的参数，你以为你们公司那几个蠢货能看得出来？他们要是能看得出来，这刀锋电池早就是你们陈家的了。江州，你太厉害了。不是我厉害，是他们太贪了。陈少，你可是陈家的太子爷，陈家财力雄厚，您快给陈董事长打个电话，求家族出面帮你渡过难关。对，爸，是我遇上大麻烦了，急需要资金救急。救急？你个败家子儿！家族因为你这批爆炸的电池，违约金赔了100多亿。董事会已经决定把你逐出陈家，你以后自求多福吧。爸，这些年来我为陈家尽心尽力，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哎，林然，也多亏了你把那份假数据带给陈少。那1000万，你放心，我现在已经让财务打给你了，马上就到。江州，你胡说什么？贱人！原来是你背叛了我！陈少，你听我说，不是我。别看了，狗咬狗，脏了眼睛。我只看你。陈凌远，你涉嫌商业欺诈、恶意收购以及指使他人窃取商业机密等多项罪名，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放开我！我可是陈家的太子爷！犯罪嫌疑人林然，你涉嫌入室窃取商业机密，一并带走。不是，我是被逼的。江州，你救救我！看在以前的情分上，带走，别脏了我的地毯。江州，好女婿啊，果然有你的。赢了商战，还不忘坑他一把。哎，江州，你怎么知道那天林然过来就是为了盗取 U 盘的？像陈凌远这种人，骨子里就是喜欢用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
只不过我没想到他们贪的连验证都少，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高，实在是高。那你们聊，我去给齐总打个电话，报个喜啊。江州，谢谢你。2015年10月15日，那明明是明天，他怎么会知道明天我的日记会被撕？而且买画册的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些照片，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好看吗？我不是故意看你手机的，但是你怎么知道我高中时候的事儿？如果我说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呢？江州，你是不是调查过我？放心，商场上的规矩，想知道对手的底牌，就要用等价的东西来交换。你想要什么？我要你，不是现在的你，是你的全部信任，连带你所有的过去和未来。如果你跟我说实话，我就敢给。现在告诉他重生的事，只会吓跑他。婉欣，啊，如果我说我得了一种病，什么病？严不严重？一种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你为我受尽委屈的病。啊！我看见你的日记被林然撕碎，我看见你躲在后街的旧书摊偷偷抹眼泪，我还看见另一个时空的我们错过了整整一辈子。江州，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呀？那些都是幻觉。婉欣，你可以怀疑我是未卜先知，也可以说我是个疯子，但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什么事？别推开我，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证明那个梦里的遗憾这辈子都不会发生。好，我答应你。但是江州，你给我听着，如果明天我的日记本没有被林然撕掉的话，就得老老实实的去看心理医生。一言为定。林然，明天我会让你连后悔2个字都写不出来。苏婉欣，你日记里那些自卑又恶心的暗恋心事，今天我就让全班听听。林然，你这手是不想要了，对吗？江州，你放开我，我只是捡到了他的日记本而已。捡？等我把苏婉欣日记撕了，看他还有什么脸缠着江州。太恶毒了吧！居然偷看别人日记。2015年10月15日，我的日记真的差点被撕了，他全算准了。你究竟是谁？你根本就不是那个连高数都会挂科的江州。如果我说我从未来回来，
只是为了找你。因为那个日记在另一个时空，我一页一页拼错过无数次。苏婉欣，赌约你输了，我没病，而且我比你想象中的更了解你，渴望你。好，既然你说你了解我，那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在想，如果你现在推开我，我会不会像那个梦一样，永远消失？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你凭什么把我的心思猜得那么透？苏婉欣，我只是为了你。你个骗子！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你把我的喜好、我的日记都摸得一清二楚，你是不是把别人对你的好都强加在我身上了？苏婉欣，你给我听清楚，我江州这2辈子眼里只有一个叫苏婉欣的傻瓜，没有别人，从来都没有。你可以怀疑我的来历，但不能质疑我爱你的本能。总之这辈子，你别想逃出我的手心。我可以给你时间验证。还在想昨天的事儿？江州，我昨晚查了所有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资料，一个人不可能精准预判另一个人没写下来的日记。那你查出什么结果了？没有科学能解释，所以我只能相信我的直觉。你的直觉告诉你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你藏着一个秘密。但同样也告诉我，你很爱我。苏婉欣，江州现在得罪了那么多大佬，陈家虽然倒了，但盯着他的人多的是。你跟着他呀，迟早要倒大霉。林然，你是不是记性不好？你什么意思啊？陈家是怎么倒的，你心里没数吗？你少在这儿狐假虎威，他江州算个什么东西啊？他算什么东西，轮不到你来评价。滚！婉欣，刚才真帅。我只是看不惯他那副嘴脸。婉欣，你别管我是谁，别管我从哪里来，只要你坚定地站在我身边，这世上就没有我赢不下的局。主任，江州的电池数据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他一个大二学生怎么可能会这些？肯定是找了校外枪手，这是严重的学术造假。江州，这事闹得很大。陈家虽然倒了，但你如果真涉嫌造假，学校必须开除你。林然，你拿几张废纸就敢来举报？每一个公式的修改时间都精确到秒，它的每一个数据全都是在我眼皮底下算出来的。林然，
你不仅蠢，还瞎。你们是一伙的。我没必要包庇天才。主任，林然涉嫌窃取商业机密，现在警方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但是呢，他现在属于寻衅滋事，需要我帮您报警吗？林然，出去，别在这里无理取闹。那些代码是我凭空写出来的，你根本没见过。我知道。那你还拿来当证据？江州，我查不到你的过去，也看不透你的秘密，但是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虽然不知道你脑子里的东西是怎么来的，但是我都相信你。江哥，不好了，江哥！嫂子，江哥，咱们刚上线的云端服务器突然被异常流量攻击，马上就要崩了。婉欣最近对我起疑了，我不能再表现的未卜先知。按照常规流程，先去排查，慢慢找漏洞。不行啊，哥，常规排查得2个小时。他平时遇到这种事，连对方的 IP 都能瞬间猜到，今天怎么故意拖着？回来。哎呦我操，嫂子牛逼啊！哎哥，那我安慰客户去了啊。哎，江州，你明明知道漏洞在端口，为什么刻意隐瞒？我哪有那么神？我也是刚反应过来。撒谎！你越是刻意收敛，我越确信你在瞒着我。因为我怕你嫌弃我太贪心。竟然是苏婉欣！如果能重来一次，换我来守护她吧。哥。这不是梦？难道他是死过一次的人？重生的事情太荒谬了，我该怎么开口？婉欣，怎么了？江州，前世在病床上吐血的时候，很疼吧？婉欣，你胡说什么呢？什么前世？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你手机里那些我从未给别人的旧照片，还有你那么笃定林然会撕我日记本，江州，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做梦，对不对？你是带着上一辈子的遗憾来找我的，对不对？婉欣，我就是怕你觉得我对你的好都是还债，对不起。江州，你这个白痴！他全猜到了。如果他知道我上辈子是个连保护他都做不到的废物，他还会这么信任我吗？所以，你是不是活了第2世？婉欣，你听我说。我不要你那些莫名其妙的先知来保护我，我只想要一个好好的江州。江哥，出事了！江哥，楼下进来一帮混混，手里都拿着家伙，保安和那帮人顶不住了。江州，陈少已经进去了，你们也别想好过。婉欣，江州，去
去死吧！大强，报警！给我等着！哎，别跑！江州，王鑫，你不用关心我从哪儿来，你也不用知道我脑子里装了多少你无法理解的记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我江州这条命，上辈子是你的，这辈子依旧是你的，谁都拿不走。江州，只要你还在我身边，什么都不重要。疼不疼？这点小伤算什么？以前以前什么？江州，我没有做梦，这个是我给你整理衣服的时候发现的。王鑫，你还想骗我？你早就认识我，带着前世的记忆，把所有的好都强加在我身上，是不是觉得你欠我的？是，我欠你一条命。你为了给我治病，最后你却……江州，你个混蛋！既然你早就认识我了，既然你宠我一次，为什么不早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看着你未卜先知，都害怕你都会走掉。我不走，王鑫，这辈子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好，但从今天起，过去归我，未来也要归我。王鑫，其实我不愿意告诉你，是因为我上辈子是个彻头彻尾的瞎子，混蛋。所以，上辈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上辈子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林然身上，直到我重病，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他也没来看我一次。在我临死的前一天，大强把你的遗物送过来了，我才知道，那个一直在我背后默默给我做早餐、给我整理笔记的傻女孩，为了给我捐献心脏，连命都不要了。我把心脏捐给你了。那时候我就发誓，如果能重来一次，换我来守护你。江州，你欠我的，我要你这辈子好好活着还我。这是你看到的备忘录，是我重生回来第一天写的。这上面记录了你受的所有委屈，我一点一点记下来，就是想这辈子把它们全部变成我对你的偏爱。所以，你去旧书摊买画册，阻止林然撕我的日记本，都是为了我。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上最耀眼、最幸福的江太太。少自作多情了，我还没答应做江太太呢。我命都给你了，你还想赖账？其实，我也有个秘密。其实，我也有个秘密。你看，2015年6月，我又见到了你。其实，那时候我也在看你。所以，我们是双向暗恋。那是你反应太慢了。如果早点发现，还有林然什么事？是我太笨了。王鑫，谢谢你啊。谢我什么？谢谢你当初在病床前都没有放弃我，谢谢你愿意等我。我也谢谢你愿意回来找我。江州，你说，要是有下辈子，我们还会再遇见吗？会的，下辈子，
下辈子我一定第一个找到你。那我等你。哼。